is the iPad Pro. It's the most capable and powerful iPad we've ever created. 2015年 ，Apple 发布了 iPad Pro， 标志着他们对 iPad 的重新思考。此时，2021年的 WWDC 发布会和后面关于 iPad 的讲座均已结束。iPad Pro 的 Pro 后缀是从发布到今天一直被人们探讨的一个话题。而在深入观看苹果至今所有为 iPad 带来进化的发布会，无数 Apple 面向开发者的讲座，以及 Apple 高管的采访之后，我想我终于可以把一个问题深入地讲到直到 WWDC 30都不会过时的程度。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 iPad Pro？ 这个视频并不是具体的一款 iPad 的测评，或是一个简单的新系统上手体验。我将从发展、定位、概念以及未来等角度，深入而全面地带你探索 iPad Pro。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对 iPad Pro 有不一样的认识。iPad Pro 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苹果公司实际上是怎么定位 iPad Pro 的？ iPad Pro 和电脑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对于苹果公司意义重大？它是未来的电脑吗？类似这样的问题，你都会在这个视频中找到答案。iPad Pro 进化至今， Apple 事实上是在做两项工作，让 iPad 能做人们用电脑做的事情，以及让 iPad 能做人们一般用电脑和手机都做不了的事情。软件上 iOS 9的分屏， iOS 11的 Dock， iPad OS 的桌面级浏览器，外接存储支持，多窗口等等。硬件上的芯片迭代和键盘配件等，都是为了让 iPad 能做一部分人们用电脑做的事情。而 Apple Pencil、ProMotion 高刷新率 XDR 显示屏、前后摄像头与 LiDAR 激光雷达等等，都是为了让 iPad 去做一些以前电脑和手机都不能做，或者做起来体验不好的工作。也就是 iPad 不仅希望你在以前用电脑的一部分时间拿起它，也希望你在以前用纸笔、电子书、游戏机、扫描仪等等的一部分时间拿起它。对旧有事物的取代，一直是科技产品，尤其是 iPhone 和 iPad 这类消费产品的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虽然这些新设备在物理参数上往往逊于他们要替代的事物，比如游戏主机和相机，但在苹果式的替代里面，会有3个关键点：易用性的提升、更多人的接触，以及与生态的结合。以相机为例，虽然手机的物理参数和专业相机离得很远，但是你不用学会控制 ISO 和快门速度，按下 iPhone 的快门，剩下的它帮你搞定。拥有专业相机需要额外的消费，但是每个 iPhone 用户都能拥有一个自己的相机。最后 iPhone 的芯片可以改进拍摄的画质，并且照片可以无缝在 iPad 上编辑，这便是与生态的结合。那么回到 iPad， 苹果把 iPod 颠覆传统 MP3、iPhone 颠覆入门相机的经验，用在了 iPad 颠覆纸笔、数位画板、扫描仪、游戏机、教科书等等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回顾我刚才说的，你会发现 Google Notes 之于纸笔， Procreate 之于数位画板， Scanner Pro 之于扫描仪，正是满足易用、普及与生态3点。没错，我们已经发现了 iPad Pro 的意义就是一个把电脑的芯片、专业级 XDR 监视器的屏幕、相机和激光雷达、体验极致的触控笔等等苹果能做出的最顶级的硬件，装到一个极致轻薄的魔力玻璃中，而每一个 App 开发者都可以发明一个新的 App 来用 iPad 颠覆某个实体设备或工作方式。所以 iPad 比任何一款苹果设备都要依赖第三方开发者和生态，但它也比任何一款苹果设备都要具有潜力。iPad Pro 拥有比任何一款苹果设备都多的交互方式，从触屏到 Pencil， 再到键盘与鼠标。而来自桌面电脑的性能和能耗惊艳行业的 M1 芯片，和 NASA 用于火星登陆同技术的 LiDAR、5万元 XDR 专业显示器的屏幕，苹果都准备好了。它是什么，完全由开发者来定，完全由你来定。这也是苹果对生态和开发者高度掌控，并且拥有顶尖硬件技术才能带来的结果。以前 Mac 重新定义个人电脑， iPhone 重新定义手机， iPad 则跳脱出了这种重新定义的方式，让它可以重新定义无数个设备。很多人一直在好奇，为什么一个平板电脑要配那么好的摄像头和芯片等硬件？我想现在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开发者想要做一个 App 通过屏幕看星座，需要能提供优秀 AR 体验的摄像头组合。开发者想要做一个 App 可以随时建模或者剪多轨视频，需要桌面级的专业芯片。只有苹果一直让 iPad 硬件过剩， iPad 才能一直出现在更多的场景，一直实现开发者的所有奇思妙想，一直颠覆新的物品乃至生活方式。所以 iPad Pro 是一款成功的、先进的、超前的设备。可是它是一款值得每个人购买的设备吗？讲完它的发展，我想屏幕前的你已经明白了苹果做出他们的许多选择的原因，比如为什么要为 iPad Pro 添加 LiDAR 激光雷达。那么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们更想知道它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这就要回答一些关于 iPad Pro 和电脑的关系之类的问题。而它们的本质其实就是苹果实际上是怎么定位 iPad Pro 的。乔布斯在发布 iPad 的时候，把它定位成 iPhone 和 Mac 之间的设备，也就是它能做一部分手机做的事情和一部分电脑做的事情，但是做起来体验都要远远更好。很多人以为带有 Pro 后缀的 iPad 是向 Mac 倾斜的一款设备，但 iPad Pro 其实仍然是在 iPhone 和 Mac 之间，只不过是在专业 iPhone 和专业 Mac 之间。也就是 iPad 无论是在10年前还是今天，都始终是一款非刚需的体验升级设备。我用一个简单的动画来更清晰地表达，手机和电脑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刚需设备，并且各司其职。对于大部分人， iPad 能做的事情和手机、电脑各有一定交集，它是一款满足基本需求后提升一部分工作的体验的设备。也就是如果你没有 iPhone 和 Mac， 请先购买它们。而对于一部分人， iPad 刚好覆盖了他需要用 Mac 做的所有事情，比如一部分独立艺术家和文字工作者。如果你是这类人群，那恭喜你，你可以用 iPad Pro 取代 Mac。 不过在我看来，对于大部分人， iPad 和 Mac 的圆环在很长时间内会一直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也许是 Excel 的一个高级功能，也许是文件 App 和 Finder 相比的一些专业选项的缺失，也许是 Photoshop 的 iPad 版本和桌面端的功能差异。那么为什么这个差距很难消失呢？也许从商业的角度上，是因为如果大部分人都能用 iPad 替代 Mac， 那么 Mac 的销量会被影响。不过这个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如果你了解乔布斯和 Apple， 就会知道 Apple 从来不担心新产品革命旧产品，甚至以只有自己能超越自己为傲。真正让 iPad 会和 Mac 在长期有一定功能性差距的原因是设计和体验方面的。如果你打开那些 Mac 上的专业软件，你会发现它们通常界面图标繁多，高度依赖鼠标的精确性，并且高效使用它们的人往往每时每刻都在按下快捷键。而苹果曾多次在采访和开发者讲座中表达，在 iPad 的设计理念中，触控这个6岁小孩拿起来就会用的操作方式始终会是 iPad 最优先的交互。因此即使 iPad 支持键盘和鼠标，所有的 iPad 应用必须能在不连接键盘和鼠标时使用。这就意味着开发者需要完全为 iPad 重新设计一套适应触控且更简单的新 UI， 而不能照搬桌面端的版本。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差距都不会消失，而 iPad 则会在这段时间一直做一个不妥协体验但需要和 Mac 互补的设备。正因为苹果还是把 Mac 作为解决大部分人刚需的产品，所以才用以 M1 芯片为先驱的 Apple Silicon 让他们共同进步。Mac 是苹果面对刚需生产力的直接答案，也是苹果产品中兼容性最强的。不仅能运行 iOS 应用，也可以通过虚拟机运行 Windows 和 Linux 的应用。搭载 Apple Silicon 的 Mac 更可能是那些想要购买一个设备运行所有软件的消费者的合适选择。而 iPad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在刚需满足的前提下提升体验的设备。如果你是普通用户，拥有一个 iPad 让你可以对自己的笔记轻松拖拽修改，躺在沙发上用比手机更大的屏幕看电影。如果你是图像或音乐创作者，拥有一个 iPad Pro 可以让你随时随地记录下自己的灵感。如果你是专业视频工作者， iPad Pro 可能是你最好的一块监视器。正如 iPad 当年的定位是提升大众用户进行上网和看视频等内容消费的体验， iPad Pro 的定位是提升专业用户创作时的体验。
苹果内部有一个专业工作流团队 Pro Workflow Team， 会请行业内顶尖的专业创意人士用 Mac 和 iPad Pro 做自己的作品，并在过程中发现产品的不足。在这个过程中，每个 Pro 设备都会是工作流中重要的一环。以视频制作为例， iPhone 12 Pro 负责录制 4K 杜比视频， iPad Pro 负责用 XDR 屏幕进行预览并进行粗剪， MacBook Pro 负责精简和调色。那么此时我想你已经理解了苹果是怎么定位 iPad Pro 的。如果你已经理解了 iPad Pro 的真正定位，很多在苹果用户之间不断被讨论的世纪难题也就自然有了答案。 iPad 和 Mac 无论是 OS 还是硬件都不会合并，因为它们的定位本质上并不一样，允许开发者照搬桌面端，甚至自己在 iPad 中装上 macOS， 并非苹果不能做，而是他们不想做。无论是乔布斯在 iPad 初代发布会中表明的 iPad 和上网本的区别，还是库克后来对微软 Surface 的评价，都指向一件事情：苹果始终会在兼容性和极致体验的抉择中选择后者。当然，兼容优先的设备必然有它的好处，你可以一个设备运行所有系统的软件，不仅节省预算也方便。不过这种好处始终是对于解决刚需的设备来说的，而苹果已经为有这部分需求的群体提供 M1 芯片的 Mac 作为回应了。 Far better at some key things， 在一些关键事情上远远更好。这个 iPad 的定义就决定了替代 Mac 是 iPad 可以做不到的，但是一旦能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得远远更简单，更符合直觉，更高效，更优雅，这是 iPad 一定要做到的。而正因为 iPad Pro 是一款用来提升体验的产品，所以拥有8000元的预算为什么不买笔记本，这样的问题对于苹果也从来都不存在。在定位设计的时候， iPad Pro 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拥有28000元的预算，已经用2万元购买 MacBook Pro， 并且用剩下的8000元预算购买 iPad Pro 的人群。当然，购买时最重要的始终是尊重自己的需求，毕竟苹果在设计生态中的定位时不可能完美照顾所有的情况。iPad Pro 是不是对我们有意义，取决于我们是否计划为不是刚需的，但是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和工作体验的设备支出。不过说完了 iPad Pro 对于我们的意义，我最后想聊一聊它对于 Apple 的意义。如果你对苹果公司了解比较多，你会知道苹果曾推出过不少概念和设计极为超前，但因为不适应当下时代，不能平衡性能、成本与设计，而最后在商业上并没有其他设备成功的产品，比如 Power Mac G4 Cube、Mac Pro 2013、MacBook 2015等等。如果说 iPhone XR 这样的设备在我看来虽然市场认可，但并不惊艳，那么这些设备就走了另外一个极端。Apple 一直在尝试寻找这个平衡，而 iPad Pro 就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当 Apple 因为市场和稳定性允许 MacBook Air 变厚，取消 iPhone 的 3D Touch 的时候， iPad Pro 是唯一的那个不妥协而追求极致的设备。苹果已经不再是多年前的自己，如今它服务着数亿的用户，在解决这些用户刚需的设备上，他们必须要做相应的妥协。如果 Mac 激进，专业用户会指责它的接口或扩展性；如果 iPhone 大胆，大众用户会指责它的续航。所以 3D Touch 和 MacBook 12寸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只有在没有刚需压力的 iPad Pro 上，苹果可以继续大胆而浪漫的探索。iPad Pro 2018的工业设计出现在了 iPhone 和 iMac 上， iPad Pro 2020的 LiDAR 激光雷达出现在了 iPhone 上，也将出现在他们的 AR 眼镜上。每一代 iPad Pro 都使用的 ARM 架构出现在了许多的新 Mac 上。此时我想你明白了为什么 iPad Pro 虽然没有像 iPhone 那样为苹果公司贡献巨大的销售额，但是 Apple 仍对它是那样的重视和喜爱。iPad Pro 是 Apple 对未来的思考，是 Apple 设备里最接近概念设备的那一个。 iPad 没有背负解决刚需的压力，它背负的是苹果未来原生桌面软件的生态。 iPad 的应用可以直接在 Mac 上运行，而 Mac 的应用则不被允许在 iPad 上运行。从当下的角度讲，是因为为触控设计的应用，用键盘鼠标操作起来体验不会很差，反之则不然。从未来的角度讲，是因为如果苹果能够引导大量开发者为 iPad 重写专业应用，这些应用不仅可以同时拥有很好的触控和键鼠交互体验，而且由于沙盒的原因，
一定会更接近原生应用，更流畅省电。这些应用也更容易被苹果控制，以适配深色显示这类新功能，并且更可能选择上架 App Store， 诸如 Procreate、Shaper 3D、Affinity Photo 以及我自己开发的 Plane 这类在苹果开发生态下新产生的，从一开始就对 iPad 版本高度重视，乃至只开发 iPad 版本的创作应用，是整个 iPad 未来软件生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苹果也经常给予这些应用在发布会和官网等处曝光的机会。这些应用对 Apple 的硬件新技术和 OS 新特性的适配，要比 Adobe 这类老牌公司远远更积极。这类开发者的成长也会让苹果更有底气去做出新的改变。比如 M1 推出初期，很多人就用 Affinity 套件替代了 Adobe 套件。有了这些开发者，苹果的未来生态就会更少的被 Adobe 这类老牌公司的适配与否制约。而在 iPad Pro 上引入 Photoshop 这类的专业软件，在一开始仍然是为了让它以体验升级设备的身份出现在更多的专业工作流中，而非直接替代专业电脑。毕竟老牌应用的 iPad 版在刚发布时和 Mac 的老版本相比，功能也会有缺失。不过在这两类开发者组成的未来生态下，真正能决定 iPad Pro 最终的能力和地位的只有时间。当然，这个野心的实现是艰巨而缓慢的，也只是一种理想可能性。几年后，苹果将会发布的 AR 眼镜至于 iPhone， 和现在的 iPad 至于 Mac 是一样的。前者总是拥有更超前的硬件、更好的体验，但不能完全替代后者。前者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体验升级的非刚需设备的位置，但在 Apple 的乌托邦里，它们才是终极形态。如果你此时仍然想问，那 iPad Pro 是电脑吗？如果把电脑和计算终端画成等号的话，不仅 iPad 是电脑， iPhone 也是电脑， Apple Watch 乃至 AirPods 都是电脑。那么从这个角度， iPad 是电脑。但 iPad 肯定不甘于仅仅做这种电脑。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说一个事物是不是电脑的时候，我们是在判断它能不能做我们的固有印象中那些电脑能做的事情。苹果是一家很懂人的公司，他们知道人的印象是可以被改变的。智能手机这个词不是苹果发明的，在 iPhone 发布之前，摩托罗拉把自己的一些能发邮件和上网的按键手机也叫做智能手机。但是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智能手机就是那种有一块触控屏幕，从拍照到游戏样样精通，正面不超过一个按键的手机。当你拿着一个 iPhone 和一个摩托罗拉曾经称作智能手机的设备给人们看时，人们可能会不知道该不该把那台摩托罗拉称作智能手机，但他们不会有哪怕1秒怀疑 iPhone 是不是智能手机。类似的，在未来，也许所有的下一代见到的电脑都是那种能触屏操作、AR 到绘画样样精通、可以随意变换形态的设备，而他们看笔记本的视角可能和我们看摩托罗拉口中的智能手机一样，而当他们看到 iPad， 就和我们看到 iPhone 一样，毫不怀疑它的定义。专业软件生态会慢慢成熟，高级功能会慢慢丰富，但是 Apple Pencil、LiDAR、XDR 屏幕、M1 芯片等未来硬件的体验，却是即使有人在发现趋势后跟随，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超越的。所有人都能意识到专业软件丰富度的重要性，但却少有人能意识到哪项技术属于未来，并提前布局。结果是，当苹果在未来生态里填补进新的专业软件时，却鲜有人能够为那些曾经的专业软件找到一片新的未来生态容身。定义未来电脑的形态这项工作，可能最终是由其他公司完成的吗？当然可能。不过目前来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定义了个人计算机、数字音乐和智能手机形态的公司。他们对未来的洞察力，对软硬件研发的执行力，对生态的掌控力，是那位天才留下来的重要遗产，也是如今来自全世界的无数位不同领域的天才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与其说苹果一直在做的是定义，不如说他们只是发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一直需要，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形态的设备，并且把这些设备做出来了而已。此时，如果你试着忘记电脑是什么样子，闭上眼睛去想象它应有的形态，你会发现，电脑
应该可以用最直观的触摸方式与之交互，像一张画布一样在上面自由地写画画。它可以轻松地变换它的形态。想要提升效率时，你可以将它吸附在键盘上。想要通过 AR 看到虚拟与现实交汇的世界时，摄像头早已就位。也许对旧有形态的执着，对几个软件名称的固守，遮住了我们对未来的视野。当我们抛开对电脑的所有刻板印象，从内心深处寻觅最理想的形态，再睁开眼， iPad Pro 就在那里。OK， 这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让你有所收获，请通过3连转发让它被更多人看到，谢谢你。最后别忘了点一下关注，这样你就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的优质创作。这里是 Life Original， 我们下期再见。